在最新的访谈中，罗伯特·清崎 Robert Kiyosaki 针对美国经济发表了一系列深刻的观点。他以《富爸爸穷爸爸》一书的作者身份闻名，这本书出版已有30年，至今仍是《纽约时报》畅销书。他在访谈中结合其社交媒体账号的内容，警告美国乃至全球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并提出了他对经济未来的看法。以下是他的核心观点，内容属实且基于访谈及社交媒体的真实表述，最后总结他推荐的3种资产。对美国经济的警告，史上最大崩盘即将来临。罗伯特·清崎在访谈中明确指出，我们将面临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市场崩盘，所以要做好准备。他认为，这场崩盘不仅限于股市，还包括银行系统和债券市场。他引用了好友詹姆斯·里卡兹 Jim Rickards 的观点，强调有2种崩盘：市场崩盘和银行崩盘。你和我能看到市场崩盘，我们能看到房地产崩盘、股市崩盘，但你看不到的是银行崩盘。他提到，普通人能感知到价格下跌，但银行系统的危机却隐藏在表面之下，这使得情况更加危险。他进一步解释，这场崩盘的根源在于全球经济对债务的过度依赖。债券市场正在崩盘，你有没有意识到世界经济是建立在债务上的？债券就是债务，整个世界都漂浮在上面。他指出，自1971年尼克松将美元与金本位脱钩后，美元变成了债务工具。我指示康纳利部长暂时终止美元兑换黄金或其他储备资产的可兑换性，除非在符合货币稳定和美国最佳利益的条件下，那时美元变成了债务。这导致现代金融体系建立在假钱之上，而非实物资产。清崎还提到，硅谷银行 SVB 的倒闭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救助，因为它不仅救了银行，还救了硅谷的富人和整个系统。他救了富人，救了硅谷，救了所有人，因为整个系统都要垮了。然而，他认为这场危机被掩盖了，没人谈论它，这正是问题所在。他警告说，我们还没看到崩盘，它就要来了，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在社交媒体上，他也多次发文强化这一观点。例如，他在 X 上写道，市场恐慌和资本市场恐慌是可见的，因为每个人都能看到价格崩盘。他认为，普通投资者被误导，认为债券和国债是安全的，那些撒谎的理财规划师只想卖给你这些东西，而实际上，债券是债务，整个系统正在腐烂。美国经济现状已进入萧条。清崎认为，美国经济早已陷入困境，崩盘已经开始了。里卡兹说，我们2008年就进入了萧条。聪明人的定义是次优增长，所以美国和世界没有增长。他指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GFC 只是开始，而非结束。此后，经济并未真正复苏，而是被美联储的印钞和救助政策掩盖。他举例说，瑞士信贷破产了，没人说什么。所谓世界上最安全的银行破产了，但我们看不到。他还提到，2023年8月的市场波动只是即将发生的事情的前奏。我们有了一次崩盘，然后48小时不到，一切就消失了。他警告，这种短暂的平静只是假象，它一直在崩盘，但我们看不到，因为最大的市场债券市场正在悄然瓦解。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是债券市场，你问任何理财规划师，我该买债券吗？是的，很安全，但整个系统都在垮掉，因为它全腐败了。他曾发文批评美联储，大家都说美联储在干什么，我听腻了，美联储是问题。他认为美联储通过不断印钞，每90到100天印1万亿美元，维持经济假象，但这只是饮鸩止渴。我们破产了，就像用信用卡还房贷，我们破产了。他还指出，美国国债已达35万亿美元，账面加上社保和养老金等隐性债务，总额高达250万亿美元。
每年美国纳税人得付1万亿美元来处理那债务的利息，这让经济不堪重负。教育与马克思主义的渗透。清崎将经济问题的根源归咎于教育系统。他在访谈中提到1965年读《共产主义宣言》的经历。我18岁，我去了军校，我的经济学老师让我们读这本书，我读了这本书，天啊，我的家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美国教育被马克思主义渗透，导致人们对金钱的认知被扭曲。1930年，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从德国引进了马克思主义老师来教他们的老师，所以62、63、64年，美国各地爆发了抗议。他进一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税收，税收的传播对共产主义的传播至关重要，而美国却背离了其建国时的反税传统。1773年的波士顿茶党。他批评现任政府，拜登做的第一件事是任命了8.8万名国税局特工，那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引用丘吉尔的话，笼子里养的鸟认为飞翔是种病，以此比喻教育系统如何限制人们的思维。问题源于学校，老师们在笼子里长大。他还提到学校不教黄金和白银的知识，我们没被教过黄金、白银，现在有些比特币课程，但在学校里真没教黄金和白银，而中央银行却在大量购买黄金，他们在创纪录水平购买，这显示出认知的巨大脱节。对金融系统的批判与个人经历。清崎用个人经历强化他的观点。他回忆在越南战争期间的一次冒险，我在南中国海的航母上，北越军南下，他们踢我们屁股，我富爸爸跟我说，注意，尼克松让美元脱离金本位。当时1971年8月15日，他试图在敌后购买黄金，我们找到一个金矿，黄金当时是50美元一盎司，我想买便宜货，但那个越南女人说现货，我试着还价38美元，她说现货。那女人教育了我关于钱，比任何大学教育都多。这次经历让他成为黄金信徒，坚信实物资产的价值。他批评普通人被教育相信假钱，普通人把 401k、IRA 或 RSP 塞满假钱、假股票、债券。他与好友戴夫·拉姆齐的观点相反，他说无债生活，但这违背了自然规律，因为钱就是债务，所以我用债务当钱，我借钱致富，但普通人不该这样做，他们应该听戴夫的无债生活，但没有金融教育，他们就完了。他认为真实性和独立思考是应对经济危机的关键。对未来的预测与建议。清崎预测这场崩盘可能一夜之间发生，因为它可能随时发生。他认为政治无法解决问题，不管选举结果如何，问题已经超出了任何政治家的控制。他批评全球债务激增，全球债务315万亿美元，仅从疫情以来就涨了 21%， 美元购买力10年下降 25%， 你能想象10年后会怎样？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他建议人们放弃等待完美时机投资黄金或白银。当黄金2000美元时，人们说我再等回调，然后2100、2200、2300，现在2500美元，他们还在等。他引用里卡兹的预测，他的预测是黄金15000美元一盎司，我相信。他提出5G 生存策略，第一是黄金，你必须有黄金；第二是食物，我有牛，美联储印不出牛；第三是土地，我有很多房地产；第四是汽油，我有很多油田财富；第五是枪，小战争会变成大战争。不过他最常推荐的3种资产是黄金、白银和比特币。他认为这3种资产不仅是抵御金融系统崩溃的避险港湾，更是普通人摆脱假钱陷阱、回归实物财富的关键途径。1、黄金。
真钱的象征与终极避险资产。罗伯特·清崎将黄金视为真钱的代表，这不仅是一种投资选择，更是他对现代金融体系深刻批判的体现。他在访谈中提到，我对的是金矿，我是硬资产家伙。这种对黄金的执着源于他对1971年美元脱离金本位事件的反思。尼克松让美元脱离金本位，那时美元变成了债务。他认为，自此之后，美元和其他法定货币失去了内在价值，变成了假钱，而黄金作为历史上最古老、最可靠的价值储存手段，重新成为财富保护的基石。清崎预测黄金价格将大幅上涨，引用好友詹姆斯·里卡兹 Jim Rickers 的观点，他的预测是黄金15000美元一盎司。我相信，当前截至2025年4月1日，黄金价格徘徊在3100美元每盎司左右，但清崎认为这只是起点。他批评那些等待完美时机的投资者，认为这种犹豫将错失保值机会。我去教堂说，我相信，他用这种半开玩笑的语气表达对黄金长期价值的坚定信心。他在访谈中提到，中央银行在创纪录水平购买黄金，他们知道是怎么回事。这表明，即使主流教育忽视黄金的价值，全球金融精英已通过行动认可其地位。他拥有金矿，如犹他州的矿场，美国今天最大最富有的金矿，并鼓励普通人持有实物黄金，你必须有黄金，以对抗即将到来的崩盘。在实际操作中，清崎建议投资者不要只关注黄金 ETF 或纸黄金，而是持有实物黄金，如金条或金币。他认为，纸黄金在系统崩溃时可能变得一文不值，而实物黄金是硬资产，能在危机中保持购买力。他在5句策略中将黄金列为首位，强调其不可替代性。有些人会致富，而其他人会变穷，我宁愿站在富人这边。黄金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生存的保障。2白银，被低估的工业与投资双重价值。如果说黄金是清崎心中的真钱，那么白银则是他眼中的被低估瑰宝。他在访谈中明确表示，我是白银大牛，我有银矿，我认为白银还是最好的，最被低估的。他回忆道，我记得白银50美元一盎司，现在30美元，还是被低估。这种价格波动并未动摇他对白银的信心，反而让他坚信其潜力尚未被市场充分挖掘。白银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双重属性，既是贵金属，又是工业金属。清崎指出，它是工业金属，每家太阳能公司、电力公司、电池公司都用。随着全球向可再生能源和电动车 EV 转型，白银的需求激增。例如，太阳能电池板需要白银作为导电材料，而电动车电池的生产也离不开白银。他在访谈中提到自己最近的投资，我刚买了个锂矿，因为我要进入电动车市场。这表明他对白银与新兴产业的关联性有深刻洞察，认为其工业用途将推动价格上涨。与黄金相比，白银的价格更低，进入门槛也更低，这使其成为普通投资者的理想选择。他不仅自己持有白银资产，如银矿，还鼓励粉丝购买实物白银，如银币或银条。他认为，白银的低估状态是暂时的，一旦市场意识到其供需失衡，价格可能出现爆炸性增长。我记得50美元一盎司，他反复提及这一历史高点，暗示白银有潜力重回甚至超越这一水平。白银的避险属性也不容忽视。清崎警告，债券市场正在崩盘，整个系统都在垮掉。在这种情况下，白银与黄金一样，能对抗货币贬值和金融动荡。他批评普通人被教育相信假钱，他们把 401k 塞满假股票、债券。相比之下，白银作为实物资产，能在危机中保持价值。他在访谈中提到，多年来一直是黄金、白银，我是硬资产家伙。清崎还指出，
白银的供应有限，而需求不断增长，这将进一步推高其价值。他拥有银矿的事实表明，他不仅是说说而已，而是通过实际行动压住白银的未来。他建议投资者抓住当前低价机会，他还是被低估的，因为在崩盘到来时，白银可能成为财富保值和增值的双重利器。3. 比特币对抗假钱的数字革命。近年来，清崎将比特币纳入他的投资组合，并将其视为对抗假钱的新兴工具。他在访谈中说，多年来一直是黄金、白银，我加上了比特币。这一转变显示了他对金融创新的开放态度，同时也反映了他对传统货币体系的不信任。美元变成了债务，他反复强调法定货币的脆弱性，而比特币作为去中心化的数字资产，提供了一种替代选择。清崎对比特币的支持并非盲从，而是基于其抗审查和抗通胀的特性。他认为，比特币的固定供应量2100万枚，使其类似于黄金的稀缺性，能有效抵御美联储的印钞行为。每90到100天印1万亿美元，我们破产了。他批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而比特币则不受这种人为操控的影响。他将其视为数字黄金，能在现代经济中发挥类似黄金的作用。比特币的加入也与清崎对技术进步的认可有关。他提到詹姆斯·里卡兹的书《Money GPT》，他把人工智能、财务、黄金、白银结合在一起，这启发了他将比特币视为未来金融的一部分。他在访谈中提到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NASA 说用埃隆的火箭，我们需要更多像他这样的企业家。这表明他对创新的支持延伸到加密货币领域，比特币正是这种创新的代表。然而，清崎也承认比特币的高波动性。他建议投资者将其作为资产组合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压住。我一直是黄金、白银，我加上了比特币。这种表述显示他将比特币视为补充，而非替代。他鼓励投资者学习比特币的基本原理，没有金融教育，普通人就完了，并在理解其风险后适量持有。在实际操作中，清崎可能通过加密交易所或冷钱包持有比特币。他没有具体透露持仓量，但他的公开支持表明他对这一资产的信心。他认为，比特币能在崩盘中为投资者提供额外的保护，有些人会致富，而比特币可能是致富的工具之一。清崎推荐黄金、白银和比特币的核心逻辑在于，他认为现代金融体系建立在假钱之上，整个世界漂浮在债务上，而这3种资产代表了实物财富或去中心化价值。黄金和白银作为传统贵金属，有1000年历史支撑，比特币作为数字资产，则是现代技术的产物。3者共同对抗货币贬值、金融腐败和系统性风险。他鼓励人们立即行动，你必须有黄金，我有牛、土地、油田、枪，但我最常说的是黄金、白银、比特币。他警告，崩盘已经开始了，它可能一夜之间发生。在这种背景下，持有这3大资产是保护财富的明智选择。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